5星级酒店老板介绍他朋友给我认识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前世被大卡车撞死的家族少爷。而这时他却因为输红了眼，不仅大发雷霆，把怒火发泄在我的身上，还言语激怒我，让我下场跟他玩2把。结果却输得道歉了几百万。不服气的他准备回去拿钱再来决战，我却告诉他即将会有血光之灾，让他出门小心红头大卡车。他却对此浑不在意。东少，那小子看起来神神叨叨的，会不会？干嘛？他胡说八道，你还真信了？什么年代了，还信这些狗屁封建迷信？你脑子进水了？你们都在这看着，别让那小子跑了，我去分公司拿了钱就回来。是。东少气得直接上了车就走。见人离开后，一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道：“你也真是不知道东少什么脾气啊！那种鬼话，不管真的假的，都没必要多说，说多了就是挨骂。我这不也是为了他考虑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太迷信了，被骂也是活该。现在哪有什么真的风水相术啊，全都是唬人的。”就是啊，那个人说什么红头大卡车，这不扯淡吗？东少去分公司的路都是市区道路，大车不允许进入市区的，怎么出事？与此同时，东少正坐在车上不断催促：“快点，快点！你他妈能不能再快点啊？”司机苦着脸道：“东少，不是我不想快啊，市区道路限速60，咱们都开到90了。”说着，前面的信号灯就变成了红色，司机也将车停了下来。从人行道那边绕不就行了吗？里面都是电动车，就算从那边走，速度也快不了啊！东少一巴掌打在他后脑勺上，就你他妈话多！司机只能沉默着不敢说话。就在这时，他惊愕地看到一辆红头大卡车正朝这边驶来。想到刚才叶枫说的事情，他忽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起来。来不及多想，他连忙一个急速，将车硬生生地驶向另一侧。东少被吓了一跳，你搞什么鬼？话音刚落，就听见旁边传来一连串的巨响，紧接着就是硝烟和尖叫。东少愣愣地看着事故现场，只见红头大卡车连撞10几辆车才停了下来，司机这才慌张地从车上爬下来，大叫：“刹车失灵，是刹车失灵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看着现场，司机2腿都有些发软。东少，我得缓一缓，有点吓人。东少没有打他，更没有骂他，因为他自己现在也是满心惶恐，浑身上下都被冷汗打湿了。红头大卡车，血光之灾，这竟然是真的。东少，酒店里的那个人说的是这辆车吗？如果刚才我没想到那人说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回去？快回去！啊，不去分公司了吗？还去个屁！赶紧带我回去！什么狗屁面子？有小命重要吗？2人刚回到酒店门口的几人看到东少，连忙跑了过来。东少，您这么快就拿到钱了吗？拿屁的钱！赶紧的！那位叶先生呢？快带我去见他！其他人这才注意到东少脸色的异常。东少，您脸色不太好看啊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东少却没再理会他们，快步往里走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刚才一旁的司机立刻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得知东少真的遇上了红头大卡车，险些丧命，众人都感觉汗毛倒竖。而此时的徐尚峰还在给叶枫做思想工作。叶先生，一会东少万一真拿了钱来，您就行好，装模作样的输给他算了。我为什么要输给他？徐尚峰苦笑道：“叶先生，我知道这关系到您的尊严，能赢不赢，非得输，确实很伤自尊。但东少就那臭脾气，无法无天的，仗着家里的实力惹了不少麻烦。你也许不怕他背后的家族，可我这小门小户的，实在得罪不起啊。”叶枫却淡笑着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他未必有命活着回来。”徐尚峰满脸苦涩：“你一个干房地产的，莫名其妙给人家算命，能准吗？”就在这时，东少火急火燎地窜了进来，直奔叶枫跟前。徐尚峰连忙站起来：“东少！”然而让徐尚峰愕然的是，东少竟迅速地对着叶枫弯腰鞠躬道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简简单单6个字，看得徐尚峰人都傻了。什么情况？居然没有一巴掌抽上去？叶枫淡声道：“怎么碰上红头大卡车了？”想起刚才的事情，东少还是感觉后背发凉。他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了刹车失灵的红头大卡车，幸亏司机想起您的提醒，提前避开了，否则我现在已经命丧黄泉了。叶先生，救命之恩不言谢，今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随便吩咐。我要是皱一下眉头，就不是人。严重了，我也只是侥幸对了一次而已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这可不行，徐总，麻烦给我拿笔和纸来。”徐尚峰连忙跑去找来了笔和纸递过去。东少立马刷刷刷写下一张欠条道：“叶先生，这张欠条您先拿着，我按了手印，也写明了是借款，不是赌桌上的钱。1个月内我还不了这些钱，您随时拿着欠条去我们家，就算我想赖账，我爷爷也绝对不会赖的。”叶枫没想到东少会拿个欠条出来，他想了下，把欠条接过来3、2下撕碎。东少看得愕然：“叶先生，您这是？”刚才徐总和我说了，你们俩是朋友，徐总的朋友也算我的朋友，朋友嘛，玩玩牌很正常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这事以后就不必再提了。东少微微惊讶，随后露出感激之色。此时徐尚峰凑过来提醒道：“叶先生过几天要给妻子补办一场婚礼，东少到时候有没有时间？”东少眼睛一亮，连忙点头：“有时间，绝对有时间。叶先生，婚礼上还需要什么东西吗？如果有我能帮助的地方，您尽管说。”“不用，你能来参加就算很大的帮助了。”“叶先生，您的风水相术实在太厉害了，我爷爷特别信这个，要不然以后我找个机会，你给我爷爷算一命。”“算命倒不是不可以，但我只擅长看面相，生辰八字什么的不太懂。”其实他什么都不懂，不过有前世的经验，再加上这么大的人情，他不可能不要。行，那我回头和爷爷说一声，到时候请叶先生过去。叶枫点了点头，回到家和唐仲威说了下这事。
虽说宾客身份越高就越有面子，可是我们的婚礼档次配得上吗？哈哈哈哈！哪怕是在大街上举办婚礼，只要有我在，档次就足够。你就嘚瑟吧。对了，这是我这边拟定的宾客名单，给你看一下，回头我挨个打电话通知。你那边呢？想好请谁来了吗？这个你决定就好，谁来我都不在乎，只要是你认识的都可以来。这次咱们不收礼钱，反倒来了就有礼物拿，而且来回路费都全部报销。好，那我把我的亲戚朋友都喊来。唐仲威想了想，直接打开手机，将婚礼消息发到了同学群里。大美女二婚了，啥时候离婚的？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怎么，你还想追求校花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校花离婚也是应该的，就她那老公，狗都看不上，好吧？看着这些回复，唐仲威脸色有些难看，更是心虚的瞅了叶枫一眼。没有离婚，我老公想重新为我举办一场婚礼，算是弥补过去的遗憾，所以诚心邀请大家参与，不收礼钱，来了就有礼物拿。真的假的？不收礼钱，又办过婚礼了，还举办干嘛？是啊，我怎么感觉好像传销套路似的，心里有点发毛。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古怪，于是愿意来参加婚礼的只有不到20人。哎，原本以为凭我的人缘，应该能请来大部分人的，亲戚们明天再联系吧，万一他们也拒绝了，再说什么难听话，让叶枫听到了就不好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唐仲威刚送完诺诺去幼儿园，就接到了宋月如的电话。什么？爸伤的重不重？我马上过去。妈，你别急，我这就去。怎么了？我爸被人打了，现在正在医院里救治。别害怕，有我呢，我们马上去医院。两人刚到医院，就看到了受伤不轻的唐景松，唐仲威直接就哭了出来。爸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一点皮外伤。什么皮外伤？医生说了，你的腿都被打断了，肋骨估计也断了好几根，就是不知道内脏有没有受伤，这还叫没事吗？怎么会这么严重？怎么回事？看到叶枫，唐景松立刻将脸侧了过去。唐仲威着急的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爸上次答应和5星级酒店合作后，他为了回馈人家的帮助，就专门跑去外地找新的货源，找到了一家价格更便宜、品质更高一些的水果。这是好事啊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但你爸下了定金去他们代理仓库提货时才发现，品质完全不一样，下降了至少2个档次。他们这不是欺骗客户吗？跟他们好好说不就行了？是啊，可谁知道那家代理公司不仅态度强硬，还说你爸脑子进水，想用低价买最高品质的水果，说他在做梦。你也知道，你爸就是个驴脾气，一听这话，马上就跟对方吵了起来。那我爸一个人岂不是？哎，对呀，那些人见他一个人上来就动手，把你爸打成了这样。叶枫听得皱起了眉头，他想了想，对唐仲威低声耳语了几句。唐仲威立刻转头问：“是哪家公司？”宋月如知道这是叶枫想问的，只是怕他们不说，才让唐仲威帮忙问出口。是一家叫通晨商贸的公司，据说做了不少商品的代理，很有名。你留在这照顾爸妈，我出去一趟。唐仲威知道他要去做什么，点点头道：“小心一点。”放心。